那每次在秋叶的时候呢，我都会来买这个 Milk Shop Luck， 这一罐100块台币耶，有点贵，可是真的好喝啊这一罐。你觉得东京的食物的物价跟台北比起来，哪里比较便宜？不用想，东京比较便宜。晚上伊萨盖亚这种最多1万块2个人，对，定了差不多。啊，他们酒类就真的超级多了。这哪一个？阿萨希啤酒，162块，每237公尺增加80块日币。住在台北的观众，大家辛苦了，就房租也贵，食物越来越贵，唯一不变的可能是交通费，交通费好像没有涨，对不对？不，这里就回来 Cookie 讲，man， 我刚从我的旅馆出来，这次住了阿帕，已经住了5天了，哇，我很头痛啊。说什么台风天？你看这个天气这么热，我原本是想说拍一下东京的台风天的内容啊，可是我操，完全没有发生台风，只有昨天下了一点点雨。哦，这次整个东京待2个礼拜，真的是头痛啊，来潜水也潜不到，然后多了2、3天不知道要干嘛。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内容，就是来了东京这么多次啊，包括上次我做了一集，我其实在那边很专注在讲，就是台北的生活成本跟东京生活成本到底有多少。那时候我下的结论是，我觉得在台北的生活成本其实更高，因为薪水跟房租比，然后扣下来的话其实更高。然后我们今天就用这一集来和大家仔细的讨论一下，在东京的生活成本到底有多高，为何台北这么贵 ？OK， 好，那今天的内容呢，基本上就分成衣食住行娱乐。那一开始呢，我为什么从那里开始拍？是因为东京的旅馆住宿啊，没得讲，肯定是小啦。东京的住宿肯定是小啦。旅馆费呢，他们很特别哦，就是你到他们的日文网站，跟到他们柜台来订是价，还有去什么Agoda Booking.com 订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日本一个很特别的文化，所以如果你看得懂日文的话，你可以去他们的日文的网站订。如果你有朋友住附近的话，到柜台订真的是价钱是最便宜的。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可以说东京的旅馆住宿其实是比台北便宜的，可是不能比，原因是因为大小不一样。台北还是大的。当然，我这个影片不打算把吉隆坡拉进来比啦，我不觉得有人会拿吉隆坡跟台北还是东京来比。那住宿呢？我觉得首先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啊，然后东京再便宜一点点，可是大小来讲，台北会大一点点。那至于买房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台北的房价是莫名其妙的贵。同样地段、同样大小的房子啊，在东京买一套，可以在台湾买一套，可以在东京买2套。为什么糊这样呢？我刚从房间出来啊，起雾了。那我们要休息一下，顺便去搭个电车，因为搭电车在日本搭电车不能讲话的。我现在在秋叶原，那每次在秋叶的时候呢，我都会来买这个 Milk Shop Luck。他们的牛奶真的很好喝，好像涨价了。对。这300块好像涨价了喂。这一罐100块台币耶，有点贵。哇！可是真的好喝啊，这一罐。我记得上次还才200多嘞。既然讲牛奶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吃啦。我一直以为台北吃的东西没有什么涨价啊，咖喱饭。直到我前2、3个月去了台北之后，才发现，哎呦，台北现在贵哦，台北现在很贵哦。如果日常啊，你在东京吃一顿饭大概是1200左右，我觉得啦，而且里面都有附饮料的，所以就比较不需要再点汤还是什么，1500差不多了，2000块是真的很够了。那台北嘞，
台北吃一餐现在要多少钱？我觉得台北现在吃一餐150块跑不掉啊，而且那是最便宜的，一个人200块是很正常的，200块台币。所以，台北真是越来越贵。那我们来找一个朋友，我这是为什么来秋叶原呢？啊，对，我现在在秋叶原。就是来秋叶原是因为来找一个台湾朋友吃饭，等下来问一下他，就是现在台湾的物价，然后还有让他感觉东京跟台北有什么不一样。我刚到了找我朋友，原来他骗我来一家 Sake 无限畅饮。欢迎勋哥，这个是我们一起潜水的朋友。你好，你们好。你为什么骗我来喝 Sake？这里的章鱼烧很好吃。说好一起吃午餐的呢。吃午餐了，这里午餐给大家看一下。不过这里 Sake 无限畅饮才2500哎。对，很便宜啊，很便宜。对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是，你觉得东京的食物的物价跟台北比起来，哪里比较便宜？不用想，东京比较便宜。这不用考虑啊。对，物价呢？对，直接换算呢？对啊，直接换算啊。这边 Sake， 你说2000，我说平时吃饭呢？吃饭哦，这里也比较便宜啊。对啊。可是台北的薪水是4万，东京的薪水是10万。东京的薪水对就20万日币了，20万日币了。对，20几万日币了。就对于一个刚工作3年的人。对啊。然后台湾，台北现在刚工作3年有4、5万吗？有，应该有，不多了，不多。我觉得在台北的生活比东京还辛苦。一定的，房租贵，房价贵，现在食物也贵了，食物也贵，然后薪水一样。对啊。唯一一个差别啦，这里住宿比较小。对，就是差在住宿。可是价钱台北比较贵。但是喝醉一点回去睡就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不是你昨天前天都在不同妹子那个不能讲，不能讲这不能讲，打妹日本人吗？日本的。打妹。以吃来讲啦，跟住来讲，就是台北真的太辛苦了。因为我这几天在日本去居酒屋晚上啊，大概2个人花8000块左右，正常的消费，吃东西跟喝酒。我是觉得还蛮便宜的。我这几天去几家居酒屋，他们的那个秘鲁，南蛮秘鲁都是畅饮的。畅饮？对啊。为什么没找我？没找你是啊。对，他们都有那个免费畅饮的时段啊，你就直接像 Sake 这样子跟他买一个时段，然后你就可以无限的畅饮。我这几天每天都很好睡，我不在乎房间的大小了，进去直接躺在床上了。晚上伊萨盖亚这种，就是烧烤啊、啤酒啊，烧烤对，最多1万块2个人。对。顶了，差不多，正常的地方。对。你在台湾吃这种烧烤3000怎么吃得到？对啊，还包啤酒对，包啤酒啊，随便喝都喝3、4千以上。对啊，干，怎么会这样子？就是可以才来喝酒了。你应该没有来这里买衣服吧？衣服有啊。你觉得这里衣服便宜还是？这里当然比较便宜啊。又比台湾便宜？也比台湾便宜，对啊。正常台湾有，这里有的。这里当然比较便宜啊，一定的啊，对啊，便宜大概有些便宜到300-400，对啊，300-400块，你买一个3件就1000多块了，干，对啊，台湾怎么那么贵啊？没办法，我们台湾人赚钱太会赚了，鬼岛呢，所以还是离开台湾吧。不行，哎呦，多久没有人看到有人在公共电话上面打电话了？应该是只有在日本才看得到，太酷了，留作一个纪念。你们有多久没有人看到有人在公共电话打电话？上次看到是几年前，你们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我觉得我应该15年起跳了吧。为了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东京的物价，我们直接找一间 7-Eleven 来看一下他们的物价到底怎么样，这样比较容易比较。然后等一下在旁边也放下他们的汇率。如果你要看的话，你要看税后哦，他们是税前跟税后标2个价钱。矿泉水大概是108块，这种绿茶的话大概是138块。他们的酒类就真的超级多了。这哪一个？阿萨希啤酒162块。这种菠萝面包的话是138块。
这种吐司的话是170块，170块。御饭团是128块，哦，原价是140块，138块2毛4。简单的这种三明治是300块。刚这个比较呢，我相信大家是用便利商店价钱来比啦。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换算，我也不太知道真正的价钱是多少。每天就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来买，所以如果你换算成台北的便利店的价钱，台北 7-Eleven 的价钱，你们觉得有贵吗？因为我其实有点对台北 7-Eleven 很不熟了，因为真的上次去也没有很好逛 7-Eleven， 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对于那个在台北 7-Eleven 跟东京 7-Eleven 价钱比较的那个结果，你们可以在下面告诉我。对啊，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吧，我刚感觉应该是差不多，只是东京这边的加了8% 的税啊，所以可能贵了一点点。影片到了最后啦，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漏了提的东西，就是东京的计程车收费起跳价是1052公尺，然后410块日币，每237公尺增加80块日币。然后深夜时段增加20%，如果速度未满10公里的话，90秒80块日币。如果东京的消费啦，拿来和曼谷、吉隆坡来比，的确是稍显贵了一点点，大概贵个30%左右。我觉得有啦，就像是一碗拉面，可能就是30块嘛。他们拉面就是正常吃的东西，20-30块。然后马来西亚现在正常吃一个午餐大概就是12到15块。那吉隆坡，曼谷的话大概是100块泰铢左右，就是正常的人吃饭，就是正常上班族。所以我觉得，东京是拿我们这些东南亚国家来比的话除了新加坡，新加坡到底算不算东南亚？鹤立鸡群就除了新加坡以外，东南亚国家来讲还是有点贵，但是跟5-6年前比起来就没有贵这么多了，那跟台北比起来的话，我真的觉得怪不得这2年来这么多台湾人来日本旅游，真的是台北太贵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友观众留言想说问我为什么没有去台湾，所以我就觉得台湾这个价钱真的有点太贵了。然后最近这1个多月台湾很流行讨论就是台湾国旅的问题。台湾的国旅就是在国内旅游啦，台湾的国内是台湾，中国的国内是中国，马来西亚的国内是马来西亚，所以国内不是指一个国家 ，OK？ 不要再说，这个价钱比国内便宜我不知道你的国内是哪里所以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就东京是因为距离马来西亚很远，不然我相信应该蛮多马来西亚人来的。吉隆坡飞东京就是时间有点太久了，大概要7-8个小时，真的太久了。不然我觉得应该蛮多东南亚人会来东京的。就是马来西亚人去泰国就像是台湾人去日本一样。那今天就是整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我觉得台北真的是一个很难生活的地方。住在台北的观众大家辛苦了，就房租也贵，食物越来越贵，唯一不变的可能是交通费。交通费好像没有涨，对不对？我捷运费好像还是20块最便宜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台北真的贵。好，那我们剪影片到这里为止。喜欢这个影片，这里就看到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飞速看到我们分享出去。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拜拜。